之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影片我们来到最近非常受台湾人欢迎的熊本。这次除了我们两个以外，也是睽违5年的家族旅游。蛮有趣的是，虽然是家族旅行，但都各自从不同地方出发。加上当天因为班机有点延误，一直到过了中午才从福冈出发到熊本。从福冈到熊本开高速公路的话，其实不会太久，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。来到熊本的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熊本城。2016年的熊本大地震，熊本城受到了很大的灾害，不仅有许多建筑物倒塌，城墙也剥落得非常严重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。这次打算来好好看一下修复之后的熊本城。2016年的时候，熊本发生了大地震。我们这次去的熊本城已经复兴的差不多，不过除了天守阁以外，周遭还有一些断垣残壁。熊本城内部基本上都是新盖的，然后除了文字说明以外，也有许多展示物可以参观、拍照。它里面的模型都做得超级漂亮，非常非常的细致。虽然一路一直往上爬，稍微有点累，但是爬到天守阁最上层的时候，看出去的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，是熊本非常推荐的景点。熊本熊吗？虽然这次没有去到水前寺程序员，但是我们却带着超喜欢海贼王的爸爸来到了熊本县町前。在这里有一座非常非常帅的鲁夫雕像。因为海贼王的作者是熊本人，而为了要复兴熊本，所以在熊本的各个地区盖了一共10座的海贼王雕像。时间来到了傍晚，第一天的晚餐，我们决定来吃熊本市内非常有名的炸猪排店胜烈亭。这间餐厅是熊本市内炸猪排第1名的餐厅，也是台湾游客非常喜欢来的一间餐厅。如果是用餐时间的话，通常都需要等蛮久的。所以蛮推荐稍微早一点，避开用餐尖峰时间。这是熊本3天2夜的旅行，第一晚我们是住在车站前的 Super Hotel。那除了有大浴场之外，还有免费的早餐。它没有实际的房卡，就是按密码就可以进去。位置非常非常的不错，因为距离车站很近，就在隔壁，旁边也有一些商业设施，买东西、吃东西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方便。比较特别的一点是，它从晚上6点到9点还有酒类喝到饱的服务。如果不在外面餐厅吃饭的话，也可以去超市买一些小吃类的东西，回到饭店搭配酒饮一起享用。
带长辈出门就是要找一间早餐丰盛的饭店住。那天早餐几点开始？6点半，我们几乎准时下去。虽然它早餐是免费的，不过料理内容相当丰富，而且味道也还蛮不错的。这间饭店非常的推荐，价格本身也不贵。第二天的行程，我们原本是要直奔阿苏地区的景点，不过因为前一天看了鲁夫的雕像，爸爸超级嗨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次旅行途中挑战看看能够去几个雕像。那在从熊本到阿苏的路上，会经过的雕像就是索隆的雕像，它其实就在台积电熊本厂的附近。索隆雕像其实蛮帅的。我以为毛超屁，我上次还是看到马。离开索隆雕像之后，我们来到的第一个景点是熊本的波之瀑布。这里是来到阿苏地区非常推荐的景点。波之瀑布在几年前就非常的红，那时候因为它是广告取景地，突然就在各大旅游网站还有 Instagram 上面就爆红了。人多吗？还好。有那个叶看到。这个季节来到阿苏真的觉得非常好，虽然稍微过了新绿的季节，但是因为还没有进入梅雨季，天气又不会太热，风吹起来又凉凉的，眼前的景色一片绿，听着瀑布的水声，真的非常疗愈。因为爸妈平常就很爱在大自然里面运动，所以来到这边，他们有一种如鱼得水的状态。如鱼得水的状态是这样用吗？虽然波之瀑布很漂亮，不过它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，如果不是自驾的话，会比较难抵达。第二个景点，我们来到了大关峰。大关峰也是阿苏必访的景点之一，它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草原，它可以俯瞰整个阿苏地区，然后下方的一块一块的稻田都非常的漂亮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在大关峰也可以玩拖曳伞，可以事先上网查查看。阿苏地区其实在熊本大地震的时候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，那其中最惨烈的就是阿苏神社，那时候它是几乎倒塌的情况。那现在的阿苏神社也已经重建完成，所以我们也就趁这个机会来这边走走看看。阿苏地区另外一座非常有名的神社就是上色见熊野座神社，它的参道一进去之后都是一路的阶梯，一直往上爬，阶梯的两侧就是非常高耸的杉木林，整个氛围非常的神秘，而且很庄严。然后爸爸很嗨，因为进到了山里面，他就非常的开心，他就暴走了。一路往上爬，稍微有点累，但是整个神秘感的氛围真的让人非常喜欢。
苏火山应该是来到熊本绝对会想要去的景点，但老实说，想要看到阿苏火山口真的是要有运气。像我们这次就一路开车来到阿苏火山的山顶，结果下车后才发现，因为安全的关系，我们拜访的那一天是禁止计热的，只能远远的稍微看到火山口，但没有办法实际上走到火山口旁边。离开阿苏火山后，我们来到阿苏车站前的米奇诺 Eki， 打算买一些东西吃，并顺便看一下骗人部的雕像。那在米奇诺 Eki 旁边就是阿苏车站，然后在阿苏车站前的广场就有骗人部的雕像。如果是搭电车在熊本玩的话，骗人部的雕像应该也是比较容易抵达的地方。这次我们来到熊本最大的重点，就是入住这间汤寻追庄温泉旅馆。我们是周末入住，通常都会比较贵，但其实换算台币后，一个人只要3600。考虑到它的超丰富的设施，还有超疯狂的餐点，其实是非常的便宜。办理好入住之后，首先就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浴衣。除了大人就有分非常多的尺寸之外，小朋友的浴衣也都有。哦，已经铺好了。在1楼大厅，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像是交谊厅的空间。在交谊厅这边有放置阿苏天然水、咖啡、按摩椅、脚底按摩、桌球、卡拉 OK， 这些也都全部免费。汤寻追庄的温泉除了有一般的大浴场之外，还有15间个人汤屋可以免费使用。它的15间个人汤屋各有各的特色，有比较现代感一点的、比较新颖的汤屋，也有比较有日式风情，可以看到庭园的汤屋。我们这次就先后泡了3种不同的汤屋。个人汤屋里面也都有盥洗设备，直接带着毛巾去就可以咯。来到日本想要体验温泉文化，却对于公共浴场稍微有点抵抗的话，其实像这样子的个人汤屋是还蛮推荐的，会稍微比较有隐私一点，然后它的使用时间又没有限制，而整体起来是还不错的。汤寻追庄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晚餐、早餐吃得非常好。先说晚餐的部分，5点半到8点，整整2个半小时，烧肉吃到饱。它有非常多的部位，喜欢吃油花稍微多一点的，喜欢吃瘦一点的，猪肉、鸡肉其实也都有。乍听之下好像只有烧肉而已，但它的烧肉其实只是占它的自助保费的一小部分。生鱼片、寿司、天妇罗、串烧，然后还有非常多的一品料理和阿苏的当地料理，很多的甜点、水果、沙拉。它的酒类选择有很多，最特别的是它还有一整排的各式各样的清酒和烧酒。看一下拿什么？我们都拿迪卡呢，是迪卡。
哇，这个猪脚，然后这边都是筷子在哪边？汤群最终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是，它每2个月会有当季主打的料理。像我们这次去就是炸虾和大牡蛎。很多时候自助餐想要吃回本，都会选择不要吃饭。它饭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，除了一般的白饭以外，还有3种不同的炊饭。汤寻追庄的早餐也完全没有让我们失望。前一天的晚上，我们在交谊厅看着他们馆内的电视，发现他们精心设计了很多不一样的餐点。整体来说，汤寻追庄都让人非常满意。如果有打算来熊本玩的话，是非常推荐的住宿选择哦。买完伴手礼之后，我们开始了第3天的行程。这一天的行程，我们预计是要去宫崎县，最后再回福冈。在前往景点之前，我们先绕去了佛朗基的雕像。佛朗基的雕像是在一个车站旁边。天气非常好，佛朗基的背景整个超美。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到车站里面走走，里面有一区是各大漫画家帮熊本加油的签名版。啊，行っちゃった。拜拜。哇！虽然最后一天跑来宫崎县，但其实这次去的高千穗峡跟阿苏只有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。好绿哦！来高千穗峡最重要的是看它的瀑布。原本是预计想要划船的，但因为事前看天气预报，好像天气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没有特别预约。当天想要再约的话，就已经没有办法，至少都要等5-6个钟头以上。但我们这次来高千穗有搭到它的小火车，小火车意外的蛮贵的，30分钟1个人就要2000日币。哦，爸爸家透明哎。它是因为台风的关系而被废弃的铁道，然后再重新打造过后，变成观光用的小火车。一开始我以为搭小火车是要搭到别的车站，其实它是往返的。小火车的行驶路线会经过一座铁桥，铁桥的高度有100多公尺高。铁桥的下方就是非常壮丽的峡谷景色，而这个小火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停在铁桥上让大家拍照。停在铁桥上的时候，列车长还会拿出吹泡泡机，意外的还蛮浪漫的。最后我们来到距离高千穗市内大约10分钟车程的天岩户神社和天安河原。那因为还有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去绕了一些
在阿苏附近的海贼王雕像。罗宾的背景是我觉得最漂亮的，它后面刚好是山。娜美的很有趣，真的有人放钱给他。但因为香吉士的雕像就在运动公园中间，所以旁边都是来运动的人，整体蛮有趣的。回到福冈市区之后，我们带着家人来体验看看福冈的屋台文化。这次虽然只有和父母一起玩3天而已，但是睽违5年，还是觉得非常充实。希望下半年可以跟家人一起到日本其他地方，或者是到日本以外的国家走一走。那么就提供给想要带长辈出来玩的朋友们参考咯。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拜拜。19